当一个人的磁场能量特别低的时候，是有征兆的。你千万不要等你的磁场能量全部都已经用光殆尽，才想着去恢复能量。如果你有以下的这些情况，就说明你要及时去注意了。你是否经常有这种感觉？明明一天下来什么都没有做，却感觉很疲惫，或者有很多想做的事，却总是拖拉，感觉整个人懒洋洋的，每天都提不起精神，情绪起伏很大，不想出门，也不愿意运动。朋友打电话来说很久没见了，想约你见面聊天，你却推脱说自己正好有事。你对很多事情已经提不起兴趣，只想躲在家里刷手机，或者躺在床上大睡，早上起不来，晚上睡不着，每天早上都告诫自己今晚一定要早睡，但到了晚上依然舍不得放下手机。对于这样的自己，你一直很不满意，却又无力改变，也无法安心接受这种状态，内心总是陷于无限的纠结之中。你有这种情况吗？你是这样的状态吗？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是懒惰的表现，但我要告诉你，其实你并不是懒，只是能量低。如果你是这种情况，那跟你分享5个亲身实用的快速恢复能量的办法，也不是跟大家说多去运动或者多睡觉和户外，其实更多的话是你的内在和调整心态的一个办法。第一个，及时放手。低能量往往是因为你身边出现了消耗你的人，或者是事情，或者事物，那就是一段特别让你感觉很压抑的关系，让你很纠缠的一个事情，一个特别糟糕、恶性循环的一个环境。你回想一下，当你果断地去远离那些烂人烂事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很舒服的那个状态？往往你陷在一段关系中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自己很难受，很压抑，你就告诉自己我不要了，那一瞬间你就会觉得很轻松。第二个，放弃很多没有必要的事情。很多的想法都来源于你想的太多了，想了那么多，不如先去往前去前进一步，事情就是一点一点往前面去做了，不要想着一步登天，越是这样想，越容易做不成。今天比昨天进步一点点，那你就越成功了。第三个，保持极简。高能量的人往往都是非常的极简，简单的，你发现他穿的也很简单，没有过多的一些花里胡哨的，喜欢的是安静的、极简的这种居住环境。他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他自己身上了，不是向外学去寻求这些物质。第四点，尽量少说话，多闭目养神。在中医上来讲，开口说话就在耗你的精气神，一开口精气也就散了，所以能不说话的尽量少说，闭上眼睛去养神。看大自然，尽量是把景色收在你的眼底，而不是把你的眼神、你的能量往外去投射。举个例子，你在看这朵花，你把这朵花想象成它的景色，被你收进你的眼眶中，那它的能量，大自然的能量就为你所用。人本就是自然环境中的一环一物，一个存在，一个个体，那自然中的能量也为你所用。你看到花好看，
你把这个花的美景的能量是投射于你眼中，而不是你去被花给吸引住了。这段话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，其实你能够感悟到我说的这一点，而且去做的话，你会发现时间久了，你的眼神也会变得会有光泽，也会有光亮，而不是那种特别混沌的。在看花的时候，不要让花去消耗了你的能量，而是让花的能量进入你的眼睛。这段话就是自行感悟。第5点，大数据是不会乱推的。当你刷到这条视频，说明你的能量场正在扬升。留下一句恢复能量，让我们一起拿回属于我们自己的力量。当你的能量越来越高的时候，会有力量推着你走，无需刻意的自律，一种无形的气场会把你立起来，会把你的身心充斥起来，让你做起事来精力充沛，让你有勇气应对一切困境与磨难。能量到位，一切就位。人生就是一场能量的精准匹配，内在能量吸引外在实相。你的能量在哪个层级上，你的精气神在哪个层级上，你的人生就在哪个层级上呈现。能量能够让你彻底远离优柔寡断，能量能够让你不再恐惧忧思，能量能够让你生发无穷的智慧与毅力，能量能够让你行动力超强，能量能够让你走出低谷，能量能够让你脱胎换骨。能量是一切人生问题的根源。身弱心乱，情绪不稳，智慧不够，事业不达，情感危机，金钱匮乏，频繁遭遇各种困境与挫折，皆是因为身心能量的匮乏，因为自身生命磁场的弱小。当你能量越来越高，你的身体是松弛的，你的情绪是平和的，你的精神是喜悦的，你的灵魂是光明的，你浑身上下从内到外秩序和谐一致，吸引力非凡。当你能量越来越高，你会臣服宇宙的意志，你会相信宇宙的智慧，你会理解一切的发生，你会允许一切的发生，你会自觉地把自己的身心托付于宇宙，让强大的生命之流运作自己。真正厉害的人，一生只有一件事，那就是一心一意地修炼能量的功课，在良知良能的引领下，把自己变成一个光明的能量体，变成一个有内在驱动的灵明人。他们超越有形的物质层面，进入无形的精神领域。他们用能量、振动、频率去理解一切人生问题，解决一切人生问题，在简单纯粹中完成着高品质的生命表达。回到你自己，身心归位，合一中正，专注于建设内在工程，建设能量工程，不断提升自己的意识能量层级。能量对了，一切都对了。今天我们探讨这个话题，能不能引起你的重视，能不能让你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，就看你的悟性深浅和福报的多少了。接下来我讲的内容你能听懂了，当下你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。所以请放下手头的事，仔细的聆听。你有没有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：人与人之间最显著的区别在哪里？
我们不断提升自我，努力工作，虔诚修行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为何一些人屡遭挫折，而另一些人却事业有成？这些人生赢家拥有何种品质？做对了什么？是纯属运气吗？智商和情商吗？亦或是学识、认知和技能？这些都不够准确，存在一个更为深刻的层面——磁场。很多人觉得磁场一种很玄乎的说法，因为看不见摸不着。简单来说，磁场是一种能量。当一个人站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你基本上能感觉到对方身上的能量。比如说，他接纳不接纳你，他的内心深处是不是真的喜欢你。这就是一种磁场的传递和交流。人的磁场是看不见的，但这种力量是巨大的，就像万有引力一样。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这种磁场无时不刻不在影响着我们的人生。这种磁场是怎么形成的呢？你的观念，你的信仰，你的环境，你的朋友，你的呼吸，你吃的食物，你的欲望，你的静息与睡眠等等，都会影响你的磁场。这些磁场就形成你的气质，你的运气，你的命运。一个人的气质很好，外表精神，有修养，有道德，这个人的磁场就好，就会吸引好的运气。相反，一个人如果磁场不好，则外表无精打采，萎靡不振，做事没效率。如果磁场再坏，就会走霉运，不好的事情总是会相伴而来，甚至影响辐射到自身的身体、家庭和事业。人体就是一个很敏感的信息场，无时无刻都在与外界的信息、能量进行交换。改变磁场，就可以改写你的命运。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磁场，所有的一切都是吸引来的。你想什么，你相信什么，你就有什么样的气场。这也是吸引力法则。你的思想吸引你想要的东西。你是积极向上的思想，你的气场就是积极向上的。你的思想是消极负面的，你的气场就是消极负面的。同时吸引消极负面的人和事，所以要加深你的正能量场，就要有积极正面的思想。具有赚钱意识的人经常吸引金钱，而具有贫穷意识的人总是引来贫穷。通过你的思想、语言和行为，他们将为你所意识到的事物打开通道。无论富有或贫穷，都恰如你所想的状况那样满足你。思想是因，与你思想相一致的人生和境遇就是你的果。你的因会吸引来果，这就是种瓜得瓜。你种下什么因，就会收获什么果。你知道这个法则的原理后，你就会运用思想的巨大能量来追求你所想要的一切。你会变得有自信，你会知道世间的因果法则，你会懂得正确积极正面地运用你的思想。人的心脑合一，身心开放后，振频就强了，与天地意识信息振频就通畅了。只要有一颗真诚的、善良的、有好的、无我的、为众生做好事的，信息收发才能自如。
人体就是一个很敏感的信息场，无时无刻都在与外界的信息、能量进行交换。每一个人的磁场都有释放和吸收的功能。如果经常和磁场比较污浊的人接触，他也会把我们的磁场给污染了。如果跟一个磁场比较干净的人在一起，他散发出的磁场也能把我们的磁场给净化掉。学会释放自己，让身心和整个宇宙融为一体。要不断的修行，才能走出自我，找到真我。有缘人看到了这里，你既然明白了吸引力法则，那怎么才能吸引更多的正能量围绕在我们的磁场呢？一个是德行，一个是智慧。德行是什么？真心实意的希望别人好，利他的心。智慧是什么？看清世界的真相，看清世界的运行规则。种什么因得什么果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这是自然规律。智慧是最大的福报。德行需要自己每日的践行，而智慧有时需要他人为我们拨云见日。爱是宇宙间最强大的磁场，因为它和宇宙和谐一致。爱是你身上正面的磁场，你只有发出爱你，才会吸引爱。所以不要只爱你自己的那么小我，要爱周围所有的人，爱你的朋友、父母、爱人、亲人、同事，爱你的敌人，爱地球万物，一花一草。你发出的爱越多，你积聚在宇宙间爱的磁场就会越大，同时你收获的爱也就越大。爱是一种物质，一种磁场，你发出爱，宇宙就有你爱的磁场。一个人积聚的爱的磁场越多，他就会吸引更多的爱。当你有困难有危险的时候，宇宙会发出各种信息让你感知到。这就像灵感一样，灵感发生于有爱的地方。只有两个人的爱的意识体的磁场，才能让我们能够相互共振。虽远在天涯，但爱让意识体联系到了一体。他有危险他会知道，他有爱他会感知得到。孩子有危险，妈妈会感到有些不舒服。你某一天想起一个远方的一个朋友，忽然你的这个朋友打电话给你。两个相爱的人虽远在天涯，有时也会感知到对方的爱。一个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的人，一个人广做善事，他就积聚了宇宙间爱的磁场。当他有危险时，他的潜意识会有感知，身体哪方面不适或出现信号让他知道，然后避免灾难。就算真有灾难，他也会化险为夷。宇宙间有一个强大的法则，就是吸引力法则。你的思想是有磁场、有能量、有吸引力的。你想什么，你就会发射到宇宙中去，宇宙就会响应你的想法，给你想要的。而爱是宇宙间最强大的磁场，你发出多大的思想，宇宙间给你的磁场就会有多大。一个广做慈善发出爱越多的人，他得到爱的磁场就会越大。做任何事不要以为别人不知道，举头三尺有神明。不要以恶小而为之，不要以善小而不为。这和佛家的因果思想是一样的。
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你能吸引多少爱，取决于你付出多少爱。这是宇宙间的自然法则。宇宙是圆的，宇宙是有因果法则的，有付出就有回报。爱别人，别人才会爱你；帮助别人，别人才会帮助你。有因才有果。很多人只知追求果，但不重因。因就是付出，果才是你得到的爱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你会发现包括你在内的大量的低能量人，偶尔也会幸运地遇到高能量的人。他们总是那么积极乐观，总是那么快乐，总是那么具有影响力，你感到羡慕并被深深吸引，同时也希望成为那样的人。那么到底怎么做呢？那么首先我们就要知道什么是高能量和低能量。正面的高能量，活力、精力充沛、兴奋、热情、全神贯注、多姿多彩、正面挑战、内外合一、自我提升、提升他人。正面的低能量，安静、冷静、平静、宁静、放松、焕然一新、和谐、当下、充分休息、内外合一。负面的高能量，愤怒、怀疑、沮丧、担忧、急躁、压力。负面的挑战，所有的事情都是问题，关系是挑战。负面的低能量，怨恨、后悔、内疚、嫉妒、自卑、绝望、挫败、羞耻、尴尬、责怪，让所有的负面能量没有空间进入自己的时间内，让自己始终处于80%的正面的高能量和20%的正面的低能量的状态中，人生就会非常积极正面了。这就是人生快乐和成功的秘诀。正如所有的秘诀一样，你必须有意识地去不断操练、实践，直至成为习惯。来看看你的意念磁场怎么样吧。心灵的磁场就像一个巨大的发电机，比几万瓦发电机的能量还大，只是我们意识不到。长期以来，人们都对念力抱着一种神秘的态度，既相信它的存在，又不知这一神秘的力量来自何处。而到底这一神秘的力量在哪里呢？回答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来自人类自身，是人的能量场通过大脑所发出的意念力。意念力是存在的，它来自于人体的能量场，但人的这一能量场会随着后天不断产生的欲望而减弱。减少欲望，保持心态的平和，多做善事，能增加这一能量场。可以说，德行是人体能量场的源泉。修炼人练什么？就是修炼人的心性和德行。人的意念越专一，这个力量就越大。这也就是人们为什么常说心诚则灵的道理。佛门中也常讲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，10分诚敬得10分利益。为什么胆大的人做事容易成功？因为胆大的人做事果断，意念专一，信心坚定，没有像多数知识分子那样的层层疑虑。所以只要念头正，越单纯越好，越单纯越容易成功。
而生性多疑、优柔寡断的人做事很难成功。人的一生就是一个耗能过程，如不人为的加以控制，人的这一能量场就只会减弱而不会增强。胡思乱想的人最耗神，也就是耗气血、耗能量，所以心静养神。心静是恢复自身气血、能量的最好方法。闭关修炼再度出山的人，往往容易马到成功，就是因为他通过修炼集聚了大量的内力心念力。一个人的能量是有限的，不同的人能量场的强度也是不同的，但有相同想法人，能量是能够相合的。如佛门的集中助念，有特异功能的人就是通过能量场所产生的意念力，做出了常人所不能做的事。但有特异功能的人在发功时必须高度专注，否则功力就会大打折扣。如果在发功时有人的能量超常所发出的反对意念力超过他，那么不但不会成功，反倒有可能造成伤害。能量场是每一个人都具有的，只不过存在着强弱的不同及完善与否，它直接与人所秉承的阴阳五行之气有关。阴阳二气旺盛且五行健全的，其能量场就强盛和完美；阴阳二气衰弱而又五行不全的，其能量场就衰弱和欠缺。这个能量场其实就是中医上所说的人的正气，它是人体在阴阳平衡、五脏调和的状态下产生的。人的这一能量场可以产生一种作用力，即时刻环绕在人体的周围，起着维护身体健康的作用，又能根据不同的事情对外产生不同的作用力。静时保护自身，动时向外产生能量，也就是中医所讲的正气内存，邪不可干。这一能量场在对外产生作用时，与力的原理是一样的，分则弱，合则强。由于人每产生一念，无不取决于心，心是产生欲望的器官，所以人所具备的这一能量场可以说是由心来控制的。心的欲求越多，此能量场也就越分散，对外产生的作用力也就越小，同时用于保护自身的力也就越弱。反之，如果心的欲求越少，此能量场的凝聚力就越强，对外产生的能量也就越大，而用于保护自身的能量也就越大。所以说，人在无私无欲、清净淡泊的情况下，能量场是最强的，抵御外来侵害的能量也最强的。这个时候发出的第一念往往有不可思议的效果。一个人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，一个意念都是此能量场所产生的力的外施作用。一个人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所产生的作用力是显而易见的，而人对某一件事所产生的意念也是一种力的外施作用，只不过是一种无形的力，它以一种波的形式存在于空间之中，并且不受时间的限制。一心一意做一件事就容易成功，三心二意就不容易实现目标。这一人体所发出的意念力是非常神奇的。一个人针对某一件事都会产生一种想法，而一旦这一想法形成决定，人体的能量场就会依据这一想法
通过大脑向外产生一种作用力，这个力就是人的意念力。但是由于不同的人所具备的能量场不同，加之不同的人对事情的专注程度也不相同，所以能量场所发出的力也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别，有的强，有的弱。人的能量是一定的，所以要做什么事，你将要付出多大的代价，应该是每个人都必须应该慎重的。你要发财，你要升官，还是要健康，你必须权衡利弊，做出选择。为什么有的人升官发财后身体就突然不行了？就是因为他长时间殚精竭虑，把自己的内在能量消耗殆尽，而自己却无从察觉的缘故。恐惧、焦虑、忧愁、灰心等都会在短时间内极大地消耗自己的能量，所以我们要尽量避免这些不愉快的心情。民间一直流传着这样的俗语：为人莫做亏心事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暗是亏心，神目如电，以此来告诫人们，不要想也不要去做坏事，否则就会遭到神明的惩罚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那就是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，都会向外发出一种信息，那就是做了这一件事的信息，无论好事或是坏事，这一信息会一直存在于空间之中。只要你做了坏事，你所发出的信息就会带着你独有的烙印而存在于空间之中，而受害方也同样会发出信息进行寻找。一旦找到，剩下的就是能量的较量了。被人知道的人和事，受害方就会千方百计地与你为敌，从而进行报复；而不被人知的人和事，就会由人的能量场所发出的意念之力在空间进行较量。所以不要以为你所做的事别人不知道，一旦遭到报应，泄密的就是你自己发出的信息。念力就是施念者能量的外施作用，它是一种力，可以在被念者的身上产生作用。我观察到了一些很奇怪的现象，凡是父母，特别是母亲，对子女生活学习关注越重，这样的孩子往往学习很优秀。这些母亲到了中年后身体都是相当不好，而那些对孩子比较放任不大上心的父母身体都很不错。这大概和这些父母的心血释放多少有关吧。祝福和祈祷也是祝福者能量的外施作用，同样能在被祝福者的身上产生作用。之所以宗教一直存在，其原因就是由于有这一神奇之力的存在，所以宗教才兴盛不衰。只不过长期以来，人们不知道形成这一神奇之力的真正原因，所以把它神化了。不同的是，诅咒是会大量消耗自己的能量，而祝福祈祷会增加自身的能量。这也是以祝福为宗旨的宗教之所以能越来越昌盛的原因之一。想一想，如果一个人做人诚实、守信，经常地帮助别人，就会获得好的赞誉和祝福。一旦有难，就会得到很多人的祈祷，这时就会形成一个强大的力量，来增加其人的能量场，从而减轻疾病和免除灾难。这是众人的能量在起作用，
而不是神力。在这里，有人可能会说，许多有信仰的人并没有避免疾病和灾难，那是因为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人生的生老病死，所以如果得不到这种能量的保护，后果只会更惨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一个有钱人也要经常施舍，多做善事，恩泽于民，老百姓就会爱戴你，祝福你，你就会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富有。反之，如果你自私自利，为富不仁，那老百姓就会诅咒你，你的财运或身体很快就会衰败。其实我们只要细心观察，就不难发现，富人中的一些暴发户们，大多数都从不或极少做善事，他们靠偷税漏税、坑蒙拐骗等不正当手段起家，因此他们往往衰败得很快。而一些大的知名企业、大企业家能够长久不衰，就是因为他们把收入的很大部分都用在了公共事业上，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和爱戴。老子说，未到日损，未到日损的损，是建立在生存必须的基础上，抛弃额外的贪欲，这才是未道者遵循的损。损并没有因损而失去，而是转化给了另外的载体，从而不为物累。失去的是贪欲物质，得到的是身心的升华和强大的能量场。这就是有所失必有所得。人为外物所累，必然身心疲惫，与养生不利。对生命而言，时间缩短了，生命的质量下降了，不为外物所累，与养生有利。对于生命而言，时间延长了，生命质量提高了，保护自己的能量也就增强了。最忌讳的是患得患失，患得患失的心态对养生最不利。其实念力的道理很简单，一个人如果作恶多端，就会遭到众多人的诅咒，而这种诅咒是一种能量的外施作用。如果这一能量超过此人的保护自身的能量，就会在此人身上产生作用，或作用于物，或作用于人，使其轻者治病，重者损命。当然，如果此人自身的能量场相当强，又有很多的人支持，就有可能对此人产生不了明显的作用，但有可能发生在后代的身上。这就是民间流传的后世报。人的意识就是一种无形的能量，也可以称为意念力。这种能量通过人的意识发射在空间之中，形成强度不同的能量波。它可以影响和改变事物的存在形态和发展方向，也可以直接对事物产生改变，只不过此能量的大小是因人而异的。意念力强的人可以改变物体的存在方式，可以影响别人的意识，控制别人的思想。许多看上去是人为因素决定的结果，实际上是必然的规律。打个比方，如果一个人作恶多端，但又势力强大，纵然恨之入骨，但又无可奈何，那么就会有很多深受其害的人在潜意识里希望该人遭到报应。这时这些人就会共同地向空间发射一种能量，并形成一种合力，以能量波的形式存在于空间之中。人自身的能量场有强期和弱期，
一旦该人保护自身的能量常处在弱期，那么存在于空间的能量波就会直接对该人进行攻击。这种能量可以借助任何形式发生作用，或大病一场，或因车祸等事故造成死亡。因此保证身体健康，也就是保持自己的正气，就不会受到外来诅咒力的伤害。当然，人不会永远保持能量不衰退，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，任何人都不可能违背这个规律，所以做什么事都不能违背自然规律，也就是违背事，不然是自取灭亡。随着人类自身选择的不断变化，会出现不同意识的能量组合，而这种组合出现的结果可能是随机的，它可以直接对人类的发展产生作用。也就是说，人类向前发展，会因人类的不同选择产生出无数的念力，因而会出现无数不同的结果。选择在人类自己，这就是道，是一种选择。选择正确，就出现有益于人类的结果；选择错误，就出现有害于人类的结果。随着物质文明的不断发展，我们的科学技术也在不断发展中。老一辈人曾讲过的，一个人要多做点好事，少做点坏事，要行善积德，如其不然，不光你自己遭罪，你的亲人还受你的影响，许多人都将信将疑。这是真的吗？我们怎么能看到呢？这不，科学家通过一系列的科学手段，给人们证明了这一论断的科学性和严谨性。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式说明，物质就是能量。物理学家已经证明，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固体都是由旋转的粒子组成的，这些粒子有着不同的振动频率。粒子的振动使我们的世界表现成目前的样子，显得丰富多彩。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。科学家已经测量过人在不同的体格和精神状态下身体的振动频率，结果让人大开眼界。大卫·霍金斯通过20多年的研究表明，人的身体会随着精神状况而有强弱的起伏。他把人的意识映射到1-1000的范围，任何导致人的振动频率低于200的状态会削弱身体健康，200以上到1000的频率则使身体增强。诚实、同情和理解能增强一个人的意志力，改变身体中粒子的振动频率，进而改善身心健康。死人的频率没有意义，邪念会导致最低的频率。当你想着下流的邪念，你就在削弱自己。见高依次是恶念：冷漠、痛悔、害怕与焦虑、渴求、发火和怨恨、傲慢，这些全都对你有害。但信任在250是中性的，信任有益于你。在网上的频率依次是温和、乐观、宽容、理智和理解、关爱和尊敬、高兴和安详、平静和喜悦在600，开悟在700-1000。在我们的心目中，小孩是非常可爱的，尤其是那些11、2岁以下的小孩，显得非常可爱。如果按照上面的推论来看，小孩本身受先天物质的影响，他不会想那些不好的事情，
他不会尔虞我诈，更不会为了一点利益而勾心斗角。所以小孩的意念是很纯净的，由于小孩的意念的纯净，所以他发出的这个唱就特别祥和，使人有一种非常想亲近他们的愿望。如果小孩再长大一点，他接受了许多来自于社会给他的不好的影响，他的头脑里就会产生一些不好的意识，就会产生争斗心理。这样下去，这个时候他身上带着的场就不太好，使人们不愿意接近他们。我看到一些长者，他们心态祥和，对人和蔼可亲，没有一点架子。他们在社会上经历的事情太多了，因此他们就把许多事情看开了，放下了，这样他们身上发出的场也比较纯净，有一种使人愿意亲近他们的感觉。看到这里，我们知道一个人在头脑中意念的善恶影响着一个人的身体健康，也影响着你和周围人的和睦相处。所以一个人的头脑里要经常想一些好的事情，用善良、真诚代替你那悲观、痛苦和失望，甚至沮丧，这样你的命运就会越来越好的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提升磁场。愿你正能量环绕在你身边，愿世间的美好与你环环相扣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